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施策南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知乐光学 Talon 1.5X 自动变宽镜头的开箱和初步使用分享。那么我接触知乐已经非常久了，我买的第一颗变宽附加镜和第一颗变宽镜头都是知乐的，他们家的 1.35X， 还有50毫米 1.8X 的那颗镜头，1.5X 的 Nero 附加镜我也买了。那么知乐后来出了一系列变宽，在市场上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，比如说雷姆斯 1.5X、Kato 2X、Apex 1.33X、Beetle 1.33X， 以及最近出的 Mantis 1.33X。但是这些镜头我都没有买，是因为对于我来说感到差强人意，特别是像我接触了很多经典复古变宽镜头 ，Kowa。素质和风格都非常优秀，特别是经过了4哥的调教和 Rehouse， 锐度甚至比肩如今的现代变宽镜头。知乐变宽镜头，我觉得一直以来没有解决的最大问题是一个是拉丝比较单一，没有层次。其次是它的镜射的时候，焦外边缘会呈现整形畸变。那么由于这以上2个最大的缺点，没有再买过他们家的镜头。那么这次为什么我选择首发买入 Talon 1.5X 镜头呢？第一个是它解决了我以上提到的2个重大缺点，拉丝光晕相比之前我觉得有比较大的提升，虽然是比较克制，但是画面中一旦出现，它就是非常有层次感。然后呈现蓝色和琥珀色混合颜色的一个拉丝光晕，看起来非常的高级，比较接近经典的复古变宽镜头。那么第2点就是对它的画质和风格非常认可。对于我这种平常用惯了复古变宽镜头、高倍率变宽镜头的人来说，对画质和风格是非常挑剔了。那么我觉得这次它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平衡。虽然它物理层面是1.5倍拉伸，但是它的画面呈现出1.8倍的拉伸效果。根据我的观察和推测呢，它这次用到了前后2组变宽镜组，前面是1.8倍变宽镜组，然后后面呢使用了后置的相反方向的变宽镜组，使得最后的画面矫正至 1.5X。但是后置的变宽镜组对画面的风格不会有任何的影响。我自己之前也 DIY 尝试过，虽然效果不太理想，比如说前面用 2X 变宽附加镜，然后后面使用老蛙的1.33倍后置变宽镜。由于相场是为 S35 设计的，然后它的画面有点惨不忍睹，而且会引入一些比较奇怪而且难看的光学瑕疵，没有实际使用价值。这次知乐光学的这个光学设计就非常巧妙，1.5倍不算太高倍率，对于没有开门模式的机器，比如说索尼来说比较友好。那么它又兼具了高倍率的变宽复古效果。最后就是原生自动对焦，简直不要太想，特别是对于单兵作战，或者是像我这种需要拍娃的人来说，需要尽可能的简化不必要的配件。之前我也用过原美道的 LiDAR， 只有中心点对焦，而且不是特别可靠。后来我就放弃了，宁愿使用手动对焦。它的自动对焦性能，我觉得是属于合格的，达到了正常副厂球面镜自动对焦的效果。那么目前使用下来有什么缺点吗？我觉得非常少。为数不多的缺点就是它这个镜身光圈环的设计稍微有一点割手，而且这个光圈环没有自动档位，也就是说你必须使用光圈环进行光圈调整，你不可以使用机身自动光圈，也不可以用波轮去调整光圈。同时这也就带来了你不可以用手机 App 进行远程控制调整参数，但是我相信这点也是可以通过后期固件更新去解决的，可以给摄影师多一个选项。目前使用下来，我觉得是非常满意的。当然，这个观点是比较主观的。我个人对于变宽的最大的要求就是它必须得足够的有风格，让人一眼能看出是变宽的效果。如果没有变宽风格，那么为什么还要买这个变宽镜头呢？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，主要是一个初步使用分享。后面有机会我也会出一期深度评测，
特别是跟我的一些其他变宽镜头进行对比。其他我用的最多的就是三洋1.7倍变宽副加镜，还有 Kowa 2X 变宽副加镜。那么对变宽感兴趣的朋友，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我会持续更新，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。谢谢大家。